7月份的天天向上迎来了策划已久的心愿周，其中一期是按照汪涵老师的心愿，安排了天天兄弟合宿的环节。4位主持人会在城市郊外的小别墅里小住2日。王一博照例又要请假回长沙，算上来回路上的时间，原本要请3天假，但拍摄行程实在紧张，他不好意思拖累大家进度，只能和哥哥们商量能不能提前1日回组。大家虽然觉得遗憾，却也很善解人意地表达了对他工作的支持，所以最后定下来他只需要请2天假就可以。王一博很开心，其实他1天也不想离开剧组，只是这话他没对任何人说过。所以在肖战看来，小朋友是因为要去合宿而开心，加上他也经常跟肖战提起在湖南卫视做主持的故事，讲一讲汪涵老师对他的指导，前锋哥对他的照顾，还有大老师数不清的各种搞笑段子。每提起这些，肖战总是一脸羡慕。真好啊，王一博。肖战说，你以前在 Unique 里面是最受宠的那个，回了国依然有这么多哥哥对你好。他并没有察觉到肖战话语里的微妙情绪，只是很耿直地接道，我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哥哥们都照顾我。对啊，因为你年纪小嘛。肖战手里拿着陈情，低着头抠上面的纹路。你喜欢骑摩托车，也有尹正哥带着你一起玩，喜欢玩滑板，也在综艺里认识了很多厉害的滑手，多开心啊！他见肖战兴致不高，不由自主的也收了笑意。师姐却不知为何一副憋笑憋到内伤的样子，对他说，我看到通告了，一博明天不在啊，是去录节目吗？他点了点头，老实回答，和哥哥们出去合宿。怪不得看你这么开心，进组这么久了，我也想出去玩。师姐对肖战招招手，说，阿战，你也羡慕吧？当然羡慕啊。肖战站起来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浮灰，淡淡答道，有哥哥们带着玩，当然比在这里吃苦受罪强。2个人都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但王一博向来懒得解释，只是撇了撇嘴，小声嘟囔，我又不是因为这个开心。可惜肖战已经走开了，并没有听到。师姐虽也没听清他说什么，却见他一副小孩子的委屈模样，十分单纯可爱，不忍心再逗他，很直白地说，韩光君不在组里，我们线又要无聊了。王一博远远看见肖战朝江城走去，2个人站在那里，很快开始说说笑笑，心中浮起熟悉的酸楚，落在脸上不过再一次变成自嘲的苦笑。怎么会？活泼可爱味无限，跟谁都能玩得开心，谁会像他这样傻？离开剧组永远抱着手机，等一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回复，等一通不知道会不会有的电话。合宿的时候他不会做饭，就自觉地不去厨房添乱。和大老师玩游戏也觉得没意思，玩一会儿就要看一眼手机。大老师在一边哇哇大叫，王一博眼睛长在自己手机上，我都赢不了他。把汪涵老师做的晚饭拍照发给肖战，别忘了你还欠我一顿饭呢。回北京，在你家，战哥亲自做。把5-1赢了大老师的足球游戏比分截屏发给肖战，大老师完全不是我对手，还是跟战哥玩这个有意思。把当晚自己住的房间拍照发给肖战，看，今晚我住这里，还不错吧？饭后他们围坐在沙发上聊天，出于礼貌他没有再看手机，静静听汪涵老师说着和家人的一些故事，心里觉得温暖极了，却又有一种抓不住的怅然若失。他不怕等待，只是等了久了，
有一点孤单，怕那个人不会朝自己走来，更怕他会干脆消失在视线里，像是阳光下的一点阴影。旁人不会在意，唯有自己给自己信心。座谈会结束，他躺去床上，第一时间就打开手机。肖战居然回复了，记着呢。不过我的厨艺应该比不上汪涵老师。他在屏幕前一下子笑开了，自己也不知道在乐什么。大老师在旁边终于忍无可忍地开麦：王一博，你最近是在炒股吗？他忍住了笑，没有，你都快钻手机里去了，眼都舍不得眨，现在又露出痴汉笑。我合理怀疑你炒股赚了一大笔，如果没有炒股，那就是谈恋爱了。不知道是哪个词刺到他，他心里倏地痛了一下，低着头小声回答：都没有。大老师看他样子并不像撒谎，倒觉得十分奇怪，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？来，跟哥哥说说。他钻进被子里，声音闷闷的，不是什么值得到处说的事情。手机震了一下，肖战又发了条信息进来：王老师，你床头的照片太精彩了，是3个不同的女生吗？劝你专一一点。照片，他扭头往床头一看，卧槽，可不是摆着3张节目里和女嘉宾的合照，什么鬼？他心里没来由起了一股闷气，伸手将那3张照片全部倒扣在了桌子上。大老师原本走过来要关灯，看着他十分好奇：你干嘛呢，王一博？他一脸没好气：咱们几个合宿，放别人的照片做什么？怎么是别人了？那里面不都有你吗？大老师觉得好笑：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他很认真地答道：我不想让人误会，显得我私生活很混乱似的。你不想让谁误会？以前节目里不是经常帮你找对象吗？为什么突然这么在意？大老师随手关了灯，回去自己床上躺下，悠悠开口：还说没有谈恋爱，我看你不仅在恋爱，而且已经防线尽毁了。王一博，你沦陷得很彻底啊。大老师没打算探究他的隐私，没一会儿就自顾自睡着了，剩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对着手机打字。不是我带的照片，是节目组放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打完了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。为什么要解释？难道还以为肖战会吃醋吗？太好笑了，肖战根本不会在意，因为不在意他，自然也不会在意他和谁在一起。他关掉了对话窗口，将手机放到床头，盯着天花板发呆。黑暗中眼前浮现出熟悉的面容，让他觉得温暖，同时又空落落的，觉得欢喜，却又隐约感受到痛楚。防线尽毁，大老师说的没错，但又何止如此？王一博，你沦陷得很彻底啊。是啊，也许从第一眼开始，他就已经全面沦陷，只是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，直到了今天，才发现自己的防线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溃散尽毁。原来那样的一股神秘引力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让他失重下坠，但他却心甘情愿，仿佛有一个无底的黑洞，明知道只会被一点点吞没，还是毫不犹豫地往下跳，又像是深不可测的迷宫，明知道很难找到出口，还是义无反顾地往里走。他又往被子里缩了缩，闭上眼睛，慢慢地想，明天就能回去了，明天就能再见到他了。鬼迷心窍，无可救药。